他叫达万猜，是泰国的超级新星，目前打纯泰拳比赛处于无敌状态。有人说，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波球来打纯泰拳，也干不过他，因为就连苏波邦也是他的手下败将。他最厉害的武器是他的扫踢，简直比亚桑克莱的腿法还要无解。亚桑克莱的扫踢是防不住，但是能硬扛，而他的腿法，你硬扛下场只有一个，不是断腿就是断臂。特别是对阵贾马尔这场比赛，爆了一个大冷门。本来全迷认为贾马尔会更胜一筹，毕竟贾马尔可是 KO 过亚桑克莱的狠角色，没想到一回合不到就 KO。好，比赛开始，来看一下达万猜对阵贾马尔。其实贾马尔之前是打75公斤，这场比赛是降级别打比赛啊，是打70公斤，是一场自由搏击大战。当时其实有不少人呢看好这个贾马尔，包括我在内。哇，就这一脚，完了！这么快就结束了啊！谁没想到？因为贾马尔之前这个体重可是打75公斤了啊，而且他还 KO 过这个亚桑克莱，但是没想到没撑过一回合就被 KO 了。这个达万猜这个腿法确实是恐怖如斯。第二场是达万猜对阵大胡子齐利亚。齐利亚这时候啊已经过了这个巅峰时期，不过啊他之前可是拿到过昆仑决和9二的世界冠军。曾经的大胡子啊也是70公斤级的一线高手。齐利亚他是练习空手道出身，擅长这种健身打击。你看，其实啊，齐利亚他这个报价也紧了，非常严密，很少有人打穿他这个防御。这场比赛，齐利亚就是一直在向其压，寻找时机。不过达万猜这个打法很出名的啊，你看他是经常踢完腿马上后撤，这个移动速度很快，完全不给这个齐利亚晋升的机会。哇，这扫踢好重！大胡子感觉这个节奏的话，比对方要慢一些啊。达万猜这个闪躲非常灵活，哇，又是一记扫踢，命中大胡子这个手臂，再来一脚，这已经踢了很多脚啊！哇，这一脚好重！达万猜这个扫踢当真是恐怖如斯，确实很重。每一脚都是暴击。连续的这么少，对啊，在选手的暴击。感觉齐利亚在拳法上还稍微可以对抗一下。齐利亚几乎是没有什么腿法进攻的啊，一直在使用拳法，但是拳法又打不进去，只能说是非常难受。好，第一回合打完，比赛来到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这个战术啊还是一样，齐利亚也没有什么改变啊。这个冷盈利的这个腿部进攻啊，直接又换方式了啊。达万猜，哇，这个瘸腿离击，只能说达万猜很全面。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自由搏击大战，而且不是纯泰拳啊。假如是打纯泰拳，这个达万猜会更猛。
哇，又是一记点吸。达旺财想要拿到万冠军赛泰拳的冠军和这个踢球冠军，想成为这个双冠王。目前的冠军虽然现在35岁了，这个年龄大了，状态有所下滑，但是多少假如是巅峰时期的齐利亚对上这个达旺财，我觉得这个胜率应该不小。但是啊，这个时期这个齐利亚，下滑的太过严重。也有这个在改变的趋势，但是您面对这些个后有一点巅峰时期的齐利亚，他可是 KO 过这个黑暗迪。哇，这个扫踢好重，感觉挨了很多腿。你像这个亚桑克莱也是擅长这种腿法进攻，但是他这个腿，说实话，这个穿透力确实没有这个达旺财这么强。亚桑克莱他这个扫踢一般是很难防住，但是能够硬扛一下。而达旺财这个腿法，你硬扛的话扛不了。哇，这边近身之后，达旺财马上搂抱，这就让齐利亚这个拳法这个进攻得不到发挥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这时候齐利亚还能够扛多久？哇，这一脚太重了！哇，这个手臂已经骨折，太狠了这一脚。这就是现在的这个达旺财，他这个实力啊确实相当强悍。不过达旺财他也有克星，那就是武警贾奥奇是他的克星。哇！这个强度，整个头已经往后仰了，再没有倒地，但是呢，整个头部是往后仰的。世界第一居然被世界第一 KO 了。哇！你没有听错，而且这是真打，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自由搏击大战。两位选手实力非常不简单，因为他们后来一个成为了泰拳世界第一，一个成为了踢拳世界第一。这场比赛就是泰国的超级新星达旺财对阵我们中国的武警贾奥奇。有人说这个时期的达旺财实力还没到巅峰时期，如果现在打一场，达旺财绝对不会输。咋地？达旺财服气了，你还不服气？输了就是输了，再打10次也是输，这就是风格克制。当时这场比赛是50分全球功夫之王半决赛，贾奥奇的打法很聪明，因为他不和达旺财打节奏。比赛一开始，贾奥奇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打击。现在为您呈现的是2019搏击世界杯半决，这套离击有拳有腿，而且力道十足。贾奥奇打得很主动，速度较快。达旺财虽然很少出招，但是他这个单击能力确实很强，力道很足。贾奥奇刚刚获得金拳奖的决赛当中和哈奇斗农。达旺财除了扫踢之外，他还有一个杀招，那就是后直拳。这边有好几拳也是直接命中贾奥奇，尤其是这一拳还真的很危险。这是后来达旺财在万冠军赛那场比赛，他就是用一个后直拳一拳放倒对手。达旺财后来在万冠军赛和他对阵的选手没有一个像贾奥奇这么灵活。面对达旺财的扫踢，很多人只能选择硬扛。而你看看贾奥奇是怎么应对的，只要达旺财起腿，他马上后撤，这时候距离已经拉远，就算是正招，由于距离较远，已经没啥力道，这一招叫卸力。而贾奥奇的拳法比对方好很多，拳法密度大，而且快如闪电，达旺财挨上几拳就有点受不了了，多次被贾奥奇的重拳打开防御。世界杯的大奖杯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对。过去大家都认为这边达旺财使出全力甩出一腿，贾奥奇一个后撤，完美的化解这一招，让达旺财一脚像是踢到了棉花上。后来达旺财他这个腿法为什么这么犀利，而现在却这么拉胯？不是他这个腿法不强，而是贾奥奇太灵活了。你看后来的贾马尔面对达旺财这腿，只能傻傻的站在这里硬扛。
这么一对比，你就知道贾奇他这个水平有多高了吧？他基本能提前预判达万赛的出招。面对达万赛的腿法进攻，贾奇还有一招能够克制，那就是接腿摔。这招技术你别看简单，但是好像只有练习过散打的才会使用。就比如方便也是使用这招的高手，别管你这个腿法有多强，只要被我接住，那你就要倒下。虽然达万赛这个报价很严实，但是贾奇的学法就是能够打开你的防御。达万赛选择和贾奇硬刚，但是贾奇的有效打击会更多。觉得就是他特别的珍惜这一次比赛的机会，也特别的想拿到这个搏击世界杯的大奖杯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对，过去大家都认为在第一回合。就这样，第一回合打完，第一回合贾奇更强。看细节，贾奇这个实力真的有被网友一阵低估。第二回合开始，没想到贾奇开局就爆发，重拳打开达万赛的防守。这16位选手都是我们千挑万选，都是高手当中的高手。哇！加油加油！你看达万赛的手并没有放下来，但是就是顶不住。贾奇等这个机会可是等了一个回合。终于找到机会。哇！贾奇不能给达文赛这个喘息的机会，要死死的抓住这。这边达万赛还想要反击，不过贾奇这个状态，达万赛怎么可能顶得住？最后贾奇放弃 KO 达万赛。哇！哇！这边来看看裁判这个读秒，其实这时候已经不用读了，因为达万赛已经晕了。不过可能当时这个比赛比较激烈，导致裁判也懵了。后来贾奇又打赢了波球高徒帕奇特隆，拿到50分功夫之王的冠军。这个冠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，因为当时有16人参战，最终是贾奇笑到最后。后来，帕奇特隆和达万赛先后成为了10000冠军赛的世界冠军，等于说贾奇一晚上干掉2位世界第一。我觉得吧，现在贾奇和达万赛打一场，那胜算也不小。你们认为呢？欢迎评论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